然后我是中学的教练，而且是名校教练。所以有很多小学生都想来我的学校，家长就说：“哎，我的孩子明年要上这个中学，有办法吗？可以让我们拉进去。”这听起来怎么有很多东西可以问呢？感觉上 DSA 会害了孩子，还是会帮助他们呢？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 Ken， 我相信你们跟我们一样呢，非常关心孩子的课题，所以呢，我们请来了3位我们的艺人家长呢，来分享他们的观点。今天在现场呢，我们有秋秋、丽怡和 Alfred。Hello， 我是秋婷，我有3个孩子。Hello， 我是963好 FM 的丽怡，我有2个小孩。Hello， 我是 Alfred 陈志豪，我家里有3个小男孩。第一题，你们有考虑让孩子 DSA 吗？有还是没有？进去排。哇哦！所以 Alfred， 你会想要考虑让你的孩子用 DSA 进学校吗？会，目前的想法是买一个安心哦。而且我觉得他应该有我体育的基因在里面。我已经开始让他做一些小小训练了。那你看就这种给他输的了。没有啦，其实他是很不愿意的。我们可能1个星期我们才去1次训练而已。我就是去年大概11月的时候，我帮他参加一个比赛，那是他生平第一个比赛，60米短跑，他跑最后。我躲起来，因为很多教练朋友在那边。可是他的特长是什么呢？以你现在这样观察他，2年级对不对？他喜欢画画。我以为你要说搞笑。他喜欢画画。他的画画好到你觉得可以考虑 DSA？ 还说不定，太小了。他现在画的东西很抽象。抽象可能其实就是他的才华呢。我可不可以先坦白一下，我今天来是长知识，我真的不懂什么是 DSA， 所以我刚才一直。等一下，你的不懂是你到来节目之前都不懂？不是，我是在跟 producer 谈这个的时候，我才有这种东西呀。丽怡自己有考虑过要给孩子进 DSA， 唯一一个就是那个 SOTA School of the Arts，因为我的女儿喜欢表演，然后她在学校也是跳舞，SOTA招生完全凭 DSA， 好像是4个申请者只选1个。其实舞蹈它的门槛是很高的，所以就是要那些可能参加过那种区域比赛、全国比赛得奖那种机会会更大一些。如果要进SOTA，你可以选2个 art form。所以可能一个是舞蹈，另外一个呢可能会让他选theater。这样他的 portfolio 需要也要放演技呀。对，所以他的2个 portfolio 是2套的，就是舞蹈的你要拍他跳舞然后那个戏剧的他会给你台词，然后你就要拍，好像是2段视频，真的很像选秀哎。对啊，这个是第一关哦。如果说你选到了，他会让你进一个叫 Talent Academy， 在6月就所有被 shortlist 的好同学进的 Talent Academy， 然后1轮他们就会观察你，特别是那一些可能之前没有能力去参加一些外国的比赛啊，或是额外培训，经过 Talent Academy 才定夺这个人可不可以进这个学校。对啊，那个 Academy 有点像是一个 camp 这样的东西。对，好像是3天。其实我不是从一个家长的角度来说话，我是从一个教练的角度，然后我是中学的教练。而且是名校教练。所以有很多小学生都想来我的学校，家长就说：“哎，我的孩子明年要上这个中学，有办法吗？可以让我们拉进去。”所以通常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是 close door 的啦。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讲。他们不会用 microphone 这样啊。那些小学生 private training 的，他们就会介绍他的那些小孩的家长，就说：“哎，这个教练是这个好学校的教练，来认识一下看有没有机会。”然后那个小学生的教练就会说：“哎，他跑得蛮快的，就一直在推那个小孩这样子。”这听起来怎么有很多东西可以问呢？感觉上。所以当家长问你可不可以帮忙，意思是说你在那个 panel 里面是可以帮忙给我的孩子更好的反馈。类似啦，他其实说照顾一下，这样就是在 trial 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个小孩。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阶段叫你帮忙照顾一下的时候，成绩还重要吗？其实这个帮忙是没有用的，
因为成绩还是很重要。真正他们 DSA 整个走法是很 formal 的，因为运动就是靠成绩。我们田径来说，我们总共有8位都会进 finals， 然后就邀请你来做 audition， 做完一些 testing 跟 trials 过后，教练跟老师觉得都不错，然后我们再抓他们去 interview。这个 interview 很重要，因为要多多了解这个学生，然后我们才决定拉进这个学校。每一间学校可能只有 allocation， 可能40个 slot 而已。如果那些学校可能游泳很强的话，还是橄榄球很强 ，rugby 很强的话，他们可能 team sports 就需要多一点 DSA。我们真的很感谢早报，因为今天让我跟秋秋免费咨询。Call line，helpline 今天是一个 live。可能下次你请我来 DSA 重要吗？重要。如果这个学生他的学业不错，然后刚好他在运动方面也很好的话，那我觉得也可以 DSA 的，就是买一个安心，对你的小6会考你根本不知道成绩的，可是你要先 apply， 然后你的 PSLE 成绩才出来。如果你 PSLE 成绩出来了，如果不好的话怎么办？你至少有一个 DSA， 这样子。学到了吗，啾啾？Yes， 谢谢你了。一直在旁边做笔记。他真的是这样子，对，这样子。但不管他好不好，你 just try 就对了啦。我会 try 咯，可以咯 ，just try 咯，就有一个安心。我大女儿会画画，然后我2女儿会 boxing，然后我小儿子现在在学足球，我就觉得给他去 try 就好啦。对。本来不知道有这个东西，你不会想要，这个真的是买一个something like safety net 啦。对，可是因为现在 DSA 的门槛越来越高，对你可能以为我小孩这方面不错，可是我跟你讲，新加坡很多的家长就很提前就已经开始在部署，可能他们从小这各方面参加很多比赛，拿很多奖特别是在一些才艺方面竞争非常的激烈，就是 robotic class 这种机械人的。每一个小朋友可能5个里面有4个都去上这个课，你就不特别了，你知道吗？我现在听他这样子讲，从很小就要部署，然后我就想这样算了啦。又来到了下一题，我们举牌看看啦，觉不觉得 DSA 是一个走后门的行为？3、2、1，请举牌。不觉得？可能以前他们没有 monitor 的这么好，可是现在越来越好，因为这个 DSA 的东西越来越普遍。然后大家就想要用这个 DSA 来进一些名校，所以我觉得以前可能是个后路，然后现在越来越难。就算你成绩再好，你还是要 go through interview， 你会怎么对我这个学校的这个校队有贡献？你是不是一个 team player？ 那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你会怎么样反应？那听起来像工作的面试这样嘞，我觉得很压力。我想象我的孩子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怎么回答呢？我在家需要跟他做一个 mock up 吧。他说因为我老爸教我的，他说要这样说，你知道吗？不过现在什么补习班都有的，这种东西也有的补的。DSA 制度变质了，不需要才华有钱就能够走 DSA 吗 ？No， 你看我有钱去让他1个星期上5堂的画画课，跟你这个没有上课的，我可能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啊。会这样吗？我觉得 this is life 这真的就是现实啊！你不可以去埋怨啊，不能去埋怨别人有这个能力啊，你有你也可以做，你没有的话 ，it's okay， 你孩子还可以很开心的。没有 DSA 还是可以有好的表现，还是可以做你自己的赢家。没有 DSA 还是很开心啊，有了 DSA 更开心哦。不是刚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一点带泪，他有一点那种想说，我其实是希望默默可以跑第1名，可是他跑了第6，第几啊？第8。到底 DSA 应该要怎么准备？阿芬你来讲一下，秀秀应该很想知道的。我只能说，从田径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就让他们越 skillful 越好，越多 access 越好。就是说，他能够跑，能够跳，能够丢，他的协调性都很好。所以他不只是田径好，他可能踢球也是 OK， 打篮球也是 OK。我觉得这样子会带出更好的运动员。我甚至有听过有那种 DSA 的补习班，专门是专攻 DSA。我看过有那种美术学校，他打着 DSA portfolio， 他说我会帮你的小孩做 DSA portfolio， 而且这个教练的我也听过，羽球，你知道找有名的教练1对1的这样子，花很多钱，可是到最后
也是不成功。其实我觉得在这个 DSA 的课题上面，我觉得家长扮演着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因为他必须要跟这个小孩一起，我们讲 journey with the kid， 你必须要跟你的小孩沟通，你必须要跟他讲这个东西是一个过程。如果到最后没有拿到那个 DSA， 你间中不是说你没有获得，你间中你还是有收获的，而不是说如果真的 DSA 失败了，哇，你知道吗？就发脾气呀，又或者是骂小孩啊。我觉得家长跟小孩要站在一起啦。我听到完了，我觉得最累的其实就是我们家长了，就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让孩子不好，我们还要去辅导他，然后怎么样，我们就哇。然后我们也要跟自己讲，那个钱花了，不要去这么在意那个钱。很强大，对。另外一个考量就是呢，假设今天他很喜欢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给他非常多的压力，比如说他勾出了很多的 audition， 或者是他真的去上课啊，反而压力变大了，他不喜欢这个东西，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忧？我觉得会耶，因为像我小孩，他很喜欢他们在做的东西，可是我没有讲到 DSA 什么啦，我只是如果我们多那一点，你要做这样，你要怎样，你才可以进步啊，你不要就一直做一样的东西，什么什么。他们就会有一点不想去，我明天不想去了，我会察觉到这样子，所以我现在这样子想的话，我会给我孩子做什么 DSA 什么吗？应该不会。我觉得他们喜欢做的东西，你给他们自己去 thrive，就是他们自己去发展这样。我觉得是绝对有可能的，物极必反。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要取一个平衡，即便说我很喜欢这个东西。或是那个小孩很喜欢那个东西，我觉得你也是要让他适时的去抽离。我觉得多元的一个生活对小孩来讲很重要。Alfred 有没有碰过那种他用 DSA， 然后结果他真的很讨厌这个东西，每天游泳，然后就或者每天跑步，一定有的。我们运动的这个 term 就叫做 burnout， 会 burnout 的。burnout 了怎么办？就是game over 吗 ？game over， 对，他不会回来了。不然就去找别的项目去玩了。sorry 如果他比如游泳 DSA 进了这个学校，然后他的功课都还 OK， 可是他真的不喜欢游泳了，他可以去做别的东西吗？还是不可以？这个他可以继续留在那个学校吗？他不想再做校队游泳这样了，他可以换吗？还是应该是不可以的。可是如果学校允许的话，如果他的这个 skill set 在其他的CCA 有帮助的话。例如说田径就很容易，你如果会踢球的话，你还可以去参加踢球 soccer football 的 CCA 或者是 rugby 还是什么。所以他不可以好像我现在只要 relax， 我要去做 librarian CCA 不可以啊？哇，这个我觉得可能是 case by case 的，对吗？对，可能是。像我有之前访问过一个乒乓选手，在 Singapore Sports School 的，他之前不是打乒乓的，他之前是做另外好像是羽球还是什么的，然后可是他后来发现到他的乒乓更强。然后后来现在成为乒乓的代表，就是另外一个地方还有用，还可以。可能因为那个羽球的那个拍比较长，很难拿。对，那个小的它比较容易放在 bag 里面。那 Alfred 你自己有没有碰过，或是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过那种类似失败的例子？就是他可能进去了之后，他学业扛不住，然后后来还有退学或转校。是有的，因为有些可能在小学的时候，他刚好可能比其他的朋友成熟的比较快，所以运动能力就比较好。对吗？所以到了中学，其实大家就开始有一点平等了，所以他也没有这么有信心，他可能也没有特别的好，也有就是赶不上功课的，就是学业赶不上的，因为进了好的学校，然后当然他要求也比较高。而且我觉得在一个这么蛮小的一个年纪，就是你就要判定说你要走这条路，比方说田径。比方说你就是短跑健将，你接下来几年的教育就是要跟这个东西一直很密切的挂钩，你那个热情，小孩子要能够持续，然后又要兼顾学业，哇，这个很难耶。那我觉得呢，你再有天分都好呢，你还是需要有机会的去培养它。但这个培养呢，到底要一个星期上2堂课，还是一个星期上5堂课，就看你的财力。但是倒不至于说你有钱你就一定可以让孩子进 DSA， 这个不是的。最终他还是要看他自己的才华，然后最终就是看孩子开不开心、快不快乐、想不想说他在做的事情。你们还希望我们聊什么课题？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今天再次的感谢我们的3位，谢谢。